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在昨天我就分享了珍珠的实战报告，但是在昨天的影片我也只是给大家看报告而已，还有根据我做的测试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哪一个搭配组合会比较合适。那么究竟珍珠是比较好还是比较糟糕的统帅呢？我都没有提到，所以今天的影片我是跟大家分享你适不适合去培养珍珠。在我使用珍珠的时候，它的技能上有什么缺点，或者是操作上面有什么缺点，发现到的一些问题等等，分享给大家看。那么首先就是主副将的问题，在我昨天的影片我跟大家讲过，他做主将的时候其实阵亡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反而他作为副将的时候生存率会比较高，因为当珍珠做主将的时候，他的主动技能里面的治疗效果是不会触发的，只有直接伤害，被动技能的治疗才会触发。但是如果你们把珍珠作为副将的时候，他的真实伤害打出去的伤害系数其实会比较低一点，但是换做来的就是更多的治疗，所以我才会在昨天的影片跟大家说，珍珠做副将的时候，它的持久性会比较长一点，比起做主将还要多出3倍左右。所以我去翻找了我昨天所分享的报告，包括珍珠做主将和做副将的时候，首先就是伤害的问题，其实在之前的测试我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其实真实伤害所打出去的伤害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它要根据治疗量的80%，而且还会受到攻击力的影响。所以正常来讲，打出去的伤害就大概不到2000左右，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右手边那份报告，为什么会有2个伤害？这个是在我们之前的测试当中没有发现到的东西。在珍珠的技能是这样子写的，造成所有治疗时就会造成真实伤害。当然它这个造成治疗效果的时候，其实有包括自己的队友。我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给大家看，我这里是用了3个队伍去打野蛮人。珍珠的技能是有帮助队友治疗的，在他帮助队友治疗的时候，其实也会触发到主动技能打出伤害。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画面一开始是用3个部队，后来我就把这2个部队拉开了，但是有一个部队后面来不及跑，比较慢一点，也是有治疗到了，最后才让珍珠自己打。所以才会在我们报告中发现到，如果珍珠是有帮助队友治疗到的话，其实他会打出3个伤害。当然我这边伤害会这么低是因为我没有穿装备，如果穿装备的话，野蛮人被我打一下就死掉了。那假设说他平时打出一次伤害呢，就有1400、1500左右，3次就相当于有4000多左右。所以他的额外治疗虽然只有500点，但是打出去的爆发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低，不是只有几百而已，而是有好几千。但是要打出比较高的伤害，前提是你其他的队伍还存活，你有帮助到其他队友治疗。像后面我有一个部队来不及跑，你们可以看到当减少了一个部队之后，他就只能打出2个伤害而已，到了最后剩下他自己的时候，只有打出1个伤害而已。所以我们看回昨天我所分享的报告，触发了这个技能可以帮助队友回血，然后就连续打出3次了1800左右的伤害，这里就已经有5577的伤害了。但是要打出这个伤害也不是这么简单，只有我们的队伍发动了主动技能，并且还有3秒的冷却时间。所以如果你们只是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打出更多的伤害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可观。OK， 那么在说了珍珠它的技能触发条件，还有它触发的效果造成的影响之后，我们回来讲一开始的报告。那么虽然珍珠它所打出去的真实伤害可以从1300到可能5、6千左右，但是都不如珍珠担任主将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差别有多大了。珍珠作为主将的时候，它打出的伤害直接2万到24000左右。当然有一些观众可能会说到，就算他真实伤害打的比较少也没有关系啊，你昨天分享的报告最终他所打出来的伤害也是跟做主将的时候差不多，甚至使用真实伤害的时候他打出的击杀还更高一点。那我们现在看时间消耗，这个报告是由珍珠做副将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间是在6点10分46秒，直到最后一份报告结束是在6点31分17秒，大概是花了21分钟。我们在看由珍珠做主将的时候，从5点13分22秒到5点26分22秒，前后是花了大概13分钟。换算下来，其实由珍珠做主将的时候，每1秒所赚到的击杀数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效率性来说的话，其实珍珠做主将会比较好，爆发也比较高，伤害也比较高。做副将的时候就是持久性比较强，有 buff 可以帮助队友治疗，或者是帮自己的其他队伍治疗。所以要做主将还是做副将的问题，还是取决于你们自己，你们到底是想要用珍珠的哪一项技能。下一个问题，你应该要去培养珍珠吗？这里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各位，只要一位统帅他是没有 AOE 的情况下，淘汰的可能性都是非常高的，除非那位统帅真的是非常优异。并且珍珠的定位就连策划他自己本人都已经有说过了，他就是用来 buff 用来增益的。首先玩家们要使用增益的前提就是你已经完善了自己的队伍才去使用 buff 队，
这里做个例子，在你还没有完整的队伍之前，你就去使用图拉真、花木兰、君士坦丁这些只有 buff 没有输出、没有伤害的统帅是没有用的，你的队伍只会比较耐扛而已，你完全打不出更高的伤害、更高的输出。也就意味着珍珠它并不是必需品，也就是说我们在工兵搭配里面不会优先去觉醒珍珠，而是其他的统帅。在你还没有培养珍珠之前，先看一下自己的工兵队伍有没有诸葛亮。其次就是海尔曼，为什么是海尔曼而不是珍珠？两个都是负责增益或减益的统帅。因为珍珠的技能是偏向于增益我们自己的队伍，除了增加生命之外，还有增加防御力。但是海尔曼的技能是让我们更快的击败敌人，包括他的主动技能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提升，让对方的防御力下降，并且海尔曼的 debuff 效果是针对多个目标，而不是单一目标而已，不像贝利那样子。并且各位还记得之前我有做过一个影片说包哥还有尤达单挑的影片吗？有没有优先把海尔曼杀死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选择上面是由诸葛亮优先到海尔曼，接下来才到其他的工兵统帅。所以如果你只是使用一队工兵的队伍，你只是需要海尔曼跟诸葛亮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培养珍珠。如果是2队左右的话，就看你有什么统帅。那其实拥有2队统帅的话，我也不是特别优先推荐珍珠，而是亚述把你把它搭配里程柜，或者是用诸葛亮搭配亚述，海尔曼搭配里程柜。珍珠我反而是比较推荐使用3队工兵的玩家使用，或者是你真的现在只有布迪卡搭配里程柜而已，完全没有亚述把你把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的情况下，你就用诸葛亮搭配珍珠，或者是珍珠搭配诸葛亮，然后海尔曼搭配里程柜。那么究竟培养珍珠有没有提升自己的队伍呢？某个程度上来说是有提升了，但是我感觉提升的幅度不会太大，就感觉跟之前策划讲的差不多，就是第9代的统帅都是偏比较增益辅助方面的。现在我们的战场环境都是以输出为主，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增益之前，敌人就已经把你的队伍给打败了。尤其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提升的幅度也不会太大，因为珍珠它作为副将的时候是使用真实伤害的，真实伤害是受到治疗的 80%， 而且也会受到攻击力的影响。只有那些科长有去购买水晶，并且他的军器装备完善的情况下，攻击力提升比较高，打出的伤害才会比较高。如果是一般没有购买水晶科技装备，军器也不太好的情况下，你用珍珠作为副将真的只是在刮痧而已。而且你们应该也看到我昨天分享的温泉报告了，几乎很少会有超过300%的报告。那这里我可以坦白跟各位讲啊，假设说如果昨天我是使用骑兵的情况下其实我的报告应该是会有超过300%的。尤其像如果我使用司机搭配贞德或者是霍去病搭配贞德的情况下，其实它的战损比会更高。像珍珠做主将，它不是用真实伤害的时候，就算触发了治疗效果也不会有额外的爆发。做副将尽管是已经有额外的爆发了，但是爆发太低了。作为副将的时候，真实伤害所打出去的伤害又太低了。唯一在珍珠技能里面有提升到的就是它的普攻伤害而已它没有像其他的统帅那样子有所有伤害提升或者是技能伤害提升之类的，就连亚述都有技能伤害提升 20%， 还有它的觉醒技能也是有额外的提升。以上就是我本人对于珍珠的看法，我是真的把珍珠去觉醒了实战之后测试出来的感想。当然之前我也是有收过这样子的评论啦，就讲我身为一个骑兵玩家，我凭什么去点评工兵，这样子有点离谱还说新的工兵统帅都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我还说很弱，真的是离谱。术业有专攻，言下之意就是说我除了骑兵之外，其他的统帅我都是没有资格去点评了。所以今天影片大家看看就好啦。虽然我之前评价贝利的时候，也是有不少的玩家都说你连技能都不会看，你在评价什么啊？贝利是逆天的存在。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或者是影片中有一些错误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